湯恩伯在台兒莊戰役的表現如何？在國民黨將領中，胡宗南和湯恩伯是個很獨特的存在，屢戰屢敗，卻始終深受老蔣信任。不過，要說湯恩伯完全沒有本事也不客觀，他在抗日戰爭中確實有過高光時刻。1937年8月，南口戰役爆發，湯恩伯率13軍死守南口，與日寇血戰多日，敵人硬是沒踏進南口一步。雖然最終戰敗，但打出了中國軍人的血性。當時大名鼎鼎的記者范長江都親自在報上稱湯恩伯為抗日鐵漢。可到了台兒莊戰役，這位抗日鐵漢的表現就有點一言難盡了。1938年3月，日軍矶谷師團猛攻藤縣，川軍122師師長王明章帶着3000多人浴血死守。第5戰區司令官李宗仁早就料到藤縣守不住，下令湯恩伯率20兵團火速馳援。湯恩伯的20兵團那可是中央軍嫡系，裝備最好，最被寄予厚望。然而湯恩伯的85軍先頭部隊3月15日就到了藤縣東南，可面對李宗仁的夾擊命令，他冷靜地分析了半天，認為日軍已經控制了外圍，自己過去也是白送，於是按兵不動。川軍代司令孫震急得直跺腳，苦苦哀求依然沒用，這一等就是2天。17日，湯恩伯發電報給李宗仁，說今天一定親自率軍進攻，收復藤縣。可電報剛到，藤縣已經失守，王明章戰死沙場。湯恩伯見日軍越來越多，乾脆選擇了戰略轉進。18日，藤縣淪陷，臨城也隨後丟了。緊接着，矶谷師團兵鋒直指台兒莊，李宗仁部署孫連仲正面死守，湯恩伯率20軍團埋伏於易縣東側，伺機圍殲日軍。孫連仲的第2集團軍說白了就是拿命在正面扛，傷亡必然慘重。李宗仁也算是照顧湯恩伯了。3月22日，第2集團軍31師師長池豐成特意去找湯恩伯，上來就問20軍團何時南下。湯恩伯拍着胸脯保證，槍聲一響，我即刻回援，你只需堅守3天，我必來助。話說得漂亮，可24日台兒莊一開打，湯恩伯就跑了。他帶着6萬多精銳往山區一躲，只跟郭里吉的小股日軍象徵性打了一仗，就稱遭遇重兵堵截，氣得52軍軍長關麟征直言要立軍令狀單獨出擊，但湯恩伯毫不理會。26日，3天期限已過，關麟征派參謀長姚國俊再次請戰，湯恩伯卻轉移話題，台兒莊怕守不住了，我們還是準備防禦吧。27日，300多日軍突入城內，池豐成部死守南關，台兒莊危在旦夕。李宗仁連連電令回援，湯恩伯直到28日晚接到，再不動身就按韓复榘立法辦的嚴令，才終於在29日開始行動。4天狂奔50里，消滅了180名日軍，又停了。這下連蔣介石都發了火，4月5日親自發電報斥責，直到頂級上司發話，湯恩伯才真正上前線督戰，與第2集團軍裡應外合，最終打的矶谷師團只剩800多人北逃。台兒莊大捷意義極其重大，可湯恩伯的表現實在是難以恭維。當年多次面見湯恩伯的姚國俊1980年在回憶錄裡詳細記錄了湯恩伯為保存實力消極避戰的全過程。那麼問題來了，南口與台兒莊前後不到1年，湯恩伯變化為何如此之大？這恐怕跟南口戰役中的劉汝明有關。劉汝明為防湯恩伯偷家，死活不讓其過境接防，嚴重贻誤戰機，最終南口失守。更離譜的是，劉汝明事後毫髮無損，依然是司令，湯恩伯在前線拼死拼活，部隊幾乎打光，有人卻在背後使絆子，卻什麼事兒都沒有，這誰受得了？國軍沒了兵，就沒有立足之地。所以在台兒莊戰役，他才拼命保存實力，而事後也確實沒受任何處罰，反而受了嘉獎，賞罰不分，任人唯親。後來的解放戰爭，國軍將領個個都學會了這一套，做事有軍覆滅，保存自己實力，最終被一一擊破。以小見大，國民黨輸得真不冤。